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小江啊。那在这个上个月，也就是这个8月份呢，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超级剑级别的新品呢来到了我们的视野中间啊。而这个 Noble 新推出的这个 Chronos，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年史呢，也算是在众多超级剑之中可以算是相当重磅的这么一只耳机了。今天呢，也就借此机会啊，来对这个小编年史克洛诺斯进行一个点评。啊，我们来探究一下，讨论一下这副耳机究竟我们适合听哪种类型的、哪种偏向的音乐，适合什么样的发烧友。像 Noble 之前所推出的这个大编年史 Chronicle 呢，应该说是如雷贯耳，是非常重磅的一款产品。但是那款耳机呢，它毕竟售价非常的昂贵啊，来到了5万多块钱，同时也是作为一个限量的型号去销售的。那对于我们许多发烧友来讲呢，可能就这个东西离我们还是距离相对遥远了一点，价格也太贵了啊。那 Noble 这个品牌推出克罗诺斯呢，想必也是要借此机会把这个 Noble 这个品牌10周年所沉淀的这些调音的理念啦、调音的技术啦，包括于他们对于声音的种种理解呢，来渗透到一款相对来讲亲民一点当然这个亲民也是带有引号的，毕竟我这个克罗诺斯所谓的小编年史价格也是来到了3万多块钱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昂贵的一个价位了。然后把这个作为一款不限量的产品呢，带给更多的发烧友来尝试一下 Noble 他们对于这声音的一些理解。配件方面呢 ，Noble 这次诚意还是给的比较足的，原装是给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耳机的收纳包，开箱还是说给到了大家很多的情绪价值吧，毕竟你这个3万多块钱的一个东西。像这次 Noble 给到我们大家的这个耳塞套的配件盒呢，我觉得就是挺不错的一个设计它是类似于一个抽屉抽拉的开盒的这么一种方式里面是一共有9对儿，然后3种的耳塞套。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耳塞套，也可以通通装到这个盒子里面就随身携带，然后通过这种换套子来获得一些听感上面的微调吧我觉得这个耳塞盒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设计说完配件呢，我们再来看回耳机本身这次 Noble 的外壳设置和单元配置呢，都可以在上面一窥到它的所谓大编年史的那个影子像那个大编年史的那个外壳呢，它就是一个整个的那个钛金属的大马士革所制作而成的那这次这个小编年史呢，它是面板依旧使用这个钛大马士革的这种手段去打造的。我们实际佩戴的腔体呢它就是用这个钛合金去 CNC 切削出来的。然后在这个耳机靠内的这一侧呢，它是做了一些这个防滑纹路来让这个耳塞的佩戴呢更加紧密一点。因为像我们很多这个发烧友，如果说耳廓这边我可能比较宽然后比较平的话呢，这个耳机可能会出现它在我们耳廓这边来回的滑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会造成这个耳塞套的扭动，还有线材的扭动等等一系列干扰我们听感的一些情况出现那这个肯定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确实经过我们的一个佩戴的测试呢这种防滑纹路对于整个耳机佩戴的稳定度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并不能称其为是一个完全无效的一个设计。单元配置方面呢，它是给了2个动圈1大1小，然后还有一个双振膜的骨传导单元，2块升阳的静电单元，加4个楼式的动铁然后4个楼式的动铁呢，分别有2个是负责高频，然后有2个是负责这个中频。我们单看这个单元配置呢，你说这个配置嘛，可能对于很多熟悉 Noble 的这个发烧友来讲，可能我脑子里面都可以想象出这么一种声音的表现了但是实际的听感呢确实是 Chronos 小编年史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吧，算是Noble 他们调音团队在近期出的很多超旗舰之中吧，算是一个比较有新意或者说是比较有设计感的这么一个声音。像 Noble 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是出过非常多的这种超级键耳塞的那这也就导致了相当多的 Noble 的耳塞呢，其实我们听下来可能并不会给我们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感觉好像这副耳塞可能在之前我 Noble 品牌的某个型号上面吧，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但是这个克罗诺斯确实是让人出乎意料的，让人大开眼界的一种声音，至少是对于 Noble 来讲，称其为是一种全新的思路是不为过的
像 Noble 之前发布的一款耳机嘛，那个叫幕府将军。那这个幕府将军呢，就相对符合我们对于这个Noble 这个品牌一贯的产品期望吧。它是一种声音密度很高、很结实，然后注重于低频表现很厚重的一个声音表现。但是这个小编年史它是完全不一样了。初听这副耳塞我甚至感觉好像和隔壁的这个奥丁2呀，好像就是说这个我两家的孩子给抱错了的这种感觉。克罗诺斯听起来有点像是奥丁1的那个风格所传承下来的那种调音的理念，那这个奥丁2呢，反而有点像是这个 Noble 团队调出来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克罗诺斯上耳之后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觉得这副耳机的整体的设计重心包括听音的重心，它是往这个中高频段去走的它描绘了一个空气感非常强的具有华丽感的声音表现非常通透的一个中高频表现，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么一种体验，甚至带点微微的脑门过电的那种感觉那整个的中高频呢，甚至占到了整副耳机大概是70%的这么一个声音比重它把非常多的能量去往这个中高频去拉然后又把声场做的相对宽阔一些，就营造出了一种比较空灵有点像这个一朵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像我们聆听一些王菲还有这个维塔斯这种声音很偏向高频的歌曲的时候，体验就非常的过瘾了。然后这个华丽的高频延续下来呢，就带动的耳机的整个中频呢，它是那种既有一定的饱满度，但是又不把声音的密度做得非常厚，像一个拳头一样，朝我们耳朵打过来那种感觉它相对还是那种蓬松的、松软的那种感觉像这个烟雾弥散开来，然后萦绕在我们耳畔的这么一种体验相对来讲呢，耳机的低频就不是这副克罗诺斯耳机的重心了，它的低频的量呢，相对来的还是要少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副耳机毕竟是双动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它整体低频的一个下潜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的到位的像我们这种多单元的耳机，它的低频很少像那种单元的那些动圈，它是做那种比较宽泛的这种泛音或者说是弥散的那种表现它这个克罗诺斯的低频还是相对来说速度要快一些鼓点更密，像这个小军鼓啪啪啪啪啪敲起来那种感觉，它是一打就收的那种声音风格。通过这些设置呢，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 Noble 最近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可能在先前的一些包括真无线啦，还有一些超旗舰耳塞的设置方面非常多的着眼于低频的表现，还有声音厚重感的展现这样的调音呢，固然可以吸引到一些发烧友的目光，但是对于这个喜欢聆听高频或者说是追求声音通透感的这个发烧友来讲呢，Noble 之前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产品可以吸引到他们的目光。那 Noble 这次把这个克罗诺斯设计出来，那显然也是希望基于这个克罗诺斯这款产品呢改变 Noble 原先的一些调音的固有的印象来吸引更多的这个发烧友的这个选择。至于驱动方面呢，克罗诺斯确实是相对易于驱动的一副耳塞很多发烧友可能会之前觉得他们是不是需要我的这个前端一个更加磅礴的更加强的电流或者是电压才能把这副耳机驱动好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这副克罗诺斯在驱动方面，其实它对于这个前端的推力要求不是非常高的，相比于推力，它反而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前端有一个比较强的解码能力像我前端能提供到一个足够的信息量的话呢，那这个克罗诺斯可以一五一十的丝毫不落的展现给大家。针对克罗诺斯它比较偏向于中上盘的这么一种调音风格呢我认为克罗诺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么几种的声音的类型吧首先就是许多这个二次元爱好者喜欢听的这个 ACG 音乐这个克罗诺斯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对于很多这个 ACG 爱好者而言，有很多动漫的这些插曲，他们是那种快节奏的有许多电子乐配器的轻快的这么一种音乐类型的话，克罗诺斯演奏起来就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克罗诺斯本身是一个偏向于中上盘的调音，这副耳机的顺态做得非常好，细节纤毫毕现聆听这些快节奏的乐曲的时候呢，不会带给大家非常拖沓、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
聆听这种音乐是比较合适的。同样而言呢，就大家喜欢一些同样的对于一些偏向空灵通透的这些女生的演绎克罗诺斯也是不在话下的比方说有这个日本的伊藤由奈啦，或者说是我们国内的王菲啦、邓丽君啦，这种老生常谈的这些女生的歌手是非常适合于聆听的。在这个电子音乐领域呢，大家聆听一些 trance 类的风格就相对比较合适了如果说您比较喜欢那种特别磅礴的低频，或者说我要追求一个非常强的节奏感那种贝斯类的电音的话呢，克罗诺斯演绎起来就稍显节奏感或者说是厚重感有点不足吧。对于这种风格的音乐，可能还是 Noble 他们自家有幕府将军那种的声音风格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对于喜欢聆听器乐的朋友们来讲呢，一些小编制的音乐在这个克罗诺斯上面去听，体验是非常不错的比方说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维瓦尔第的四季这套组曲因为它基本上是用这个小提琴来演奏完成的这种轻快的带有一点松香味奶油味的感觉克罗诺斯演绎是不在话下。好了，说完这个克罗诺斯他比较擅长哪一方面的音乐类型演奏我们也要挑挑他的这个毛病。首先就是比较严肃一点，追求气势感和磅礴感的这个古典音乐，那克罗诺斯演奏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对味了。还有就是一些摇滚类的音乐像摇滚类的这个音乐呢，因为它特别注重于节奏感和那种狂躁感的表达但是克罗诺斯他这个声音呢，它比较显得清瘦空灵一点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那种摇滚的疯狂劲儿显得好像要稍微不那么浓烈了聆听这种金属类的或者是比较重节奏的偏向于硬核一点的摇滚吧，那这个克罗诺斯演绎起来也就稍微差一点点。综合来讲呢，我们给克罗诺斯的几个方向来打个分数的话，解析力我认为克罗诺斯是能得到SABCD， 它是能站稳 S 这个级别的。本身这个塞子是比较偏向于中上盘的一个调音嘛，在解析力的这方面展现它无疑是能做到我们所有的这种超级键里面也是非常顶尖的这么一个水平。声场表现呢，我会给到 A。这副耳机整体还是倾向于中高频的这个人声相对贴耳的这么一个定位，顺态和动态表达呢，也无疑是这副耳机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这两点呢，我是会给到 S。大家在追求一些音乐中极小细节的表现，或者说是这个声音起起落落、起伏、动态的这种感觉方面呢，克罗诺斯是完全不会让您失望的。器材适配度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达到 A 的一个档位。爱立和自家的还有乐比的、乐图的 GT2 这种播放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些设备把克罗诺斯本身的一个声音特性给完整的表达出来。可以说克罗诺斯不是一个特别挑前端，不会说像某些耳机可能我在某种风格或者某家的前端上面声音特别的优秀，特别抓耳、完成度极高那种状态但是可能换到其他的设备上面这声音就完全不能听。这种情况在克罗诺斯上面确实是没有出现。佩戴舒适度方面呢，我认为也是能达到 A 级的一个定位。毕竟克罗诺斯这副耳机本身是一个超级键的水准9个单元，它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分频，进行一定程度的声学布置的话呢，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在此情形下呢，我认为克罗诺斯整体的体积控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在苹果公司都已经放弃自家手机上面的那个钛合金外壳，转向了这个铝合金一体外壳的今天我认为这个钛合金的高强度的壳体居然在克罗诺斯上面还得以保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本身这个钛合金强度很高，密度也不是很大，佩戴到我们耳朵上的时候重量不是很重，所以说我认为克罗诺斯这副耳塞佩戴还是在一众超级键里面值得称道的。至于线材搭配方面呢，本身克罗诺斯给到的这条同音混编的线材，对于这个耳机本身的一个特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的。这条原装的线材和耳机本身的一个声音风格的匹配还是做得非常的优秀的如果说想把这副耳机的特点进一步的给它发挥出来呢，我也是尝试过一些邪道搭配，比方说 Elitech 新出的那条奥德赛线这个奥德赛的线呢，它是比较偏向于拉声场，然后把这个人声的空气感给拉得很强很大的这么一种定位连接到这个克罗诺斯上面来呢是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刺激的异响
想不到的效果。本身克罗诺斯这副耳塞已经是偏向于中上盘的一个定位了呀，但是在搭上这个奥德赛这根线材之后呢，它的这个上盘就更像一艘冲上云霄的银河战舰啊，直接是突破天际，带来一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这种听音体验了。对于极致的高频爱好者来讲呢，我还是希望您无论如何可以来门店尝试一下这套搭配，应该会让您说是大呼过瘾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这时候就产生一个疑问你这个克罗诺斯它是偏向于中上盘的这个定位呢，它会不会出现我中上盘拉起来之后齿音也相应的明显的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搭配和试听之中，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出现的。虽然说它的人声也比较贴耳，高频也比较空灵，但是齿音的那个波段呢，它控制的非常好，仅仅是保留了一点点的那个量可以在某些有齿音的一些录音，比方说这个日系的90年代的那些录音吧，它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齿音在里面的。这副耳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会有齿音，但是这个齿音就仅此而已了控制算是非常到位的。综上所述，这副耳机适合的人群呢，还是集中于您希望得到一个偏向于人声、偏向于高频体验的这么一副超级键耳塞喜欢人声通透空灵，那我们选择这副耳机，那一定就没错了。反过来讲，如果您是特别在意声音的厚度，在意它一个非常强的氛围感那这副耳机就不能遂您的愿了您还是更多的要关注一些，比方说 Noble 自家的幕府将军这种特别偏向于氛围和下盘的这些耳机，可能会更对您的胃口。好了，那我们今天对于 Noble 这副全新的超级键克罗诺斯的简单点评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